你是怎么和父亲吵架的？这个女儿就有点过分，你还想当警察，父亲偏不让，她就对父亲说，如果他是父亲，他要怎么做？但他们不知道旁边车底有个定时炸弹，这是一场针对车主的谋杀。父亲气愤地给了女儿一巴掌，突然等到醒来，别打！等等，怎么是女人的声音？他赶紧看看胸，我操，没了！他又摸了摸，我操，不像幻觉。他赶紧推开护士，跑出去找了个镜子，我擦，老爸，这太酷了吧！等等，女儿变成了老爸，那老爸，他赶紧去看，叫开护士，然后和老爸单独聊。见习排爆手，老爸叫陆林，5年前是南海警队第1排爆手，在一次银行抢劫案中，妻子被炸死，而凶手至今逍遥法外，他自己也主动退役，为了让女儿放下仇恨，他骗女儿凶手早已伏法。女儿叫陆佳，梦想就是当个尽职尽责的警察。为了方便，下面就根据灵魂叫他们。陆林很郁闷，要想办法换回来，而陆佳太兴奋，简直不要太刺激。陆佳梦想当警察，现在有了老爸的身体，这不正好吗？又刚好碰上老爸的师妹找老爸谈爆炸案，那人叫暮云，是个警官。陆佳兴趣一来，给老爸弄了个时髦造型，借口修网线，翻看了案发时的酒吧监控，还真查到那辆车是属于一家制药公司，而且车上曾经出来个女人，暂且叫她 A 女。陆佳去找制药公司老板，老板本不想理他，但他假托暮云警官拜托他查，老板只是说那辆车上个月被偷了，可转眼老板就和神秘 A 女见了面，原来他们之间存在交易。 A 女的幕后之人不是什么善茬，要求老板15天内交货，否则就修理他。交货什么货？而死者车主就是老板的弟弟。陆佳不顾老爸劝阻，执意要查爆炸案。这天他跟踪神秘 A 女，被对方弄晕在巷子，还好对方只是吓唬他。而老爸藏了个秘密，那就是5年前陆家的母亲死于银行爆炸案。老爸一直骗陆家凶手早已伏法，因为他担心陆家活在仇恨里。但这时还有一个人知道，那就是老爸的师妹。师妹一看 A 女照片，立马想起5年前在银行爆炸案现场见过这人，还说漏嘴，当年爆炸案的凶手至今未找到。这下完了，父女俩大吵一架。他并不理解老爸对他的这种保护，而是骂老爸是懦夫。原本陆家只是兴趣，现在还多了仇恨，他更要追查爆炸案的幕后凶手。一夜，他对老爸说：“你拦不住我的。”而老爸回答：“我不是来阻拦你的，我是来引导你。”眼看劝阻无效，这位父亲决定帮他。陆宁带他来到家里密室，一进密室就看到陆宁早就准备好的各种设备。原来他从未放下妻子的死，但是现在他多了一个伙伴，女儿。陆宁告诉陆家，排爆服理论上只能抵御3米外6公斤 TNT 爆炸威力，也就是说，排爆手排爆同样需要面临死亡的威胁。而排爆服真正的意义是，一旦爆炸，家人能有一具完整的尸体。从此，陆家成了新的排爆手，见习排爆手。而制药公司有段隐秘过往，那就是上一任老板，也就是现任老板的父亲，他们曾经为了治疗妻子的癌症，开发了一种药，但药效不稳定。当时有人找上任老板买他的抗癌药，但上任老板拒绝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上任老板也死于银行爆炸案，据说当时是一伙歹徒抢劫银行，上任老板意外死于枪击，而银行发生了爆炸。但现在看来似乎不那么简单。这天，陆家在训练中意外发现 A 女，他一边报警一边追了出去，在对方的老巢发现一个神秘图案，而图案和陆宁包里 U 盘上的图案一致。他打电话问陆宁，原来就在汽车爆炸之前，老板的弟弟听说陆宁是警察，以为他是来接头的，将 U 盘放入陆宁的包里，并说了密码是红宁。陆家和赶来的警察合力打开 U 盘，原来制药公司的抗癌药副作用很大，会让实验对象具备很强的攻击性。老板的弟弟反对哥哥把药卖到国外。另一边，陆宁被一群人包围，然后被绑走，而刚刚的电话刚好被听到，对方让陆家一个人带着 U 盘来换，这明显是陷阱。但恐怖的是，你不得不去。还好过程有惊无险，陆家成功救出了爸爸。他们从 A 女口中知道，原来5年前抢劫银行只是借口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帮制药公司现任老板杀害上任老板，因为上任老板拒绝卖药给他们。而陆家妈妈的死是个注定的意外。5年前，小陆家生日，刚好碰上银行抢劫案，爸妈是人民警察，他们毅然决定去现场。父亲陆宁在另一边拆弹，陆家妈妈却遇上一个绑着炸弹的重伤劫匪，他明知对方是劫匪，他竟冒着危险要救那人，谁知失败了。之所以说是注定的意外，是因为即使是现实中，我们的警察也会选择救。听完，陆家和老爸找上了制药公司的老板，但他们不知道老板偷偷按下定时炸弹，炸弹还有半小时爆炸。老板不离，偷偷注射了药物，但他们所谓的抗癌药副作用有多大？看看这个老板注射后的样子，宛如丧尸。他之所以要杀害他父亲，是因为抱怨自己为公司付出那么多，而父亲却准备立遗嘱让弟弟接管公司。就在他要杀害陆家时，陆宁拿出他父亲当年的遗嘱，说他才是继承人，但他
根本不信，因为 A 女曾经骗他遗嘱被烧了，他插上了陆宁，陆家直接暴走，把他揍成了真正的丧尸。等他拿起遗嘱，原来他真的是公司继承人。是的，也许父亲从来都对我们不满意，但最后父亲都选择了支持。陆家的爸爸陆宁就是这样。等到陆家背着爸爸出来，实验室立马爆炸，陆家再次躺在病床，他出现在一片神秘的空间，妈妈就在那里。看似神秘空间，其实是他的心结。随着他和妈妈笑着说再见，他的心结也解开了。当他醒来时，暮云警官就在旁边。原来当时 A 女被暮云扶了出去，但 A 女不可能让人救了歹徒，因为这无疑是送给警方一个证人，所以他按下了控制炸弹的开关。故事的最后 ，A 女终于落网了。这个雷奇的故事起于爆炸，结于爆炸。其实这之间的一切，你也可以理解成是陆家昏迷中的幻想，但父女间的爱，以及陆宁和陆家妈妈作为警察，他们的无私确实真实存在。